18年了。老沈，放手里的活儿，这是新来的会计苏清芷，刚从财经学院毕业，以后跟着你历练。小苏啊，可是咱们厂的高材生。沈科长好，我是苏清芷，初来乍到，请多指教。坐吧，小苏。科目余额对不上怎么办？底子不错，在外面历练过。上学时在事务所打过1年半杂。老沈，你们科室这次立了大功，眼睛够毒，我要给你们请功。我妈身体差，肺病，药很贵，我得多攒点钱。有需要帮忙就说。沈科长，我惹上大麻烦了。小苏，沈科长，别慌，深呼吸，慢慢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被骗了，全完了。什么被骗了？你慢慢说，谁骗你？一个金融操盘手。你投了多少？我自己的积蓄加上跟亲戚借的50多万。50多万？你哪来那么多钱？为了给我妈治病，我又偷偷借了高利贷，40万，月息6分。6分？你疯了！上个月那个平台突然没了，人也跑了，警察说是庞氏骗集，钱全没了。40万本金加利息已经滚到52万，加上亲戚的，整整90万窟窿。银行看我真心黑了，1分都不借给我。90万？求您救救我妈的命吧！你赶紧起来，这像什么样子？小苏，这笔钱不是小数目，是我儿子的结婚钱。你先起来，我回去想想，明早给你答复。谢谢沈科长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您的大恩大德我都记着。爸，滨江那边新开的盘不错，首付大概85万，周末您跟妈跟我去看看。星源秋曼，有件事我得跟你们商量。今天下午，科里的小苏，他妈病危，被高利贷逼得走投无路，跪在我面前要借90万救命。90万借给外人，沈长修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爸，您没病吧？现在骗子比好人多，您怎么知道他不是在演戏套您的钱？小苏的表现我看在眼里，他不是那种人。他妈在医院躺着，高利贷拿刀上门，那是人命关天。他又难关我们什么事儿？凭什么拿我结婚的钱填他的窟窿？那套婚房要是买不成，若如家立刻让我退婚。沈长修，我警告你，这90万是星源的命，你要是敢动1分钱，我跟你拼命！小苏，90万我借你，先别急着写，这是我儿子的买房钱，我担着家破人亡的风险。你写正规的借条，按银行月息算。最重要的是，把你妈那套房子的房产证原件和抵押协议交给我。科长，3年内我拼了命也会把钱还清。快去把那帮吸血鬼打发了，好好过日子。你真的去提钱了？连个首付钱都没给我留。爸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亲儿子？星源，你听爸说，他押了房产证的。放屁！一套破老小区的房子能值90万，你为了一个外人毁了我的婚姻。好，这钱你要是追不回来，我这辈子都没你这个爸。小王，小苏人呢？不知道啊，今天没见着人，我还以为沈科长您派他出去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别敲了，你找苏家丫头。对，我是他领导，他好几天没去上班了。上班人家早搬走了，上周连夜搬的，家具都低价处理了。听说这套房子都急着出手卖给中介了，这会儿估计早去外地避风后了吧？不可能，房产证还在我这儿抵押着，怎么可能卖得掉？你帮我查查402室的房子是不是过户了？
房子确实过户了，人家挂牌了原房产证，重新补办的，新业主下周就来装修了。是不是人跑了？你还我儿子的房子，你还我一辈子的命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报案，他诈骗我的钱，这是有借条、有利息约定的，法律上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，不构成刑事诈骗，没法立案抓人，得去法院起诉。起诉？他人跑了，房子卖给别人了，我上哪儿找他起诉？只要他咬定是躲债而不是诈骗，我们确实没办法。您回去等消息吧。爸，若薇他妈说了，月底首付要是还交不上，这婚就退了。欣欣，别说了，整整90万啊！你让我去哪儿变出来？欣欣，给爸几天时间，爸砸锅卖铁也把钱凑齐。凑？您拿什么凑？您以为那是90块吗？李厂长，我要办内退。老沈，你疯了！你干了快30年，现在办内退，以后待遇腰斩，一次性买断补偿金也就35万。李厂长，批了吧，我儿子结婚等着钱救命。星源，这是50万，拿去把房定了。那个苏青芷到底算个什么东西，值得你把咱们整个家毁成这样？别提那个女人的名字。是爸对不起你，以后爸妈就算扫牢街，也绝对不拖累你们。爸，是我不对，我不该那样说你。钱没了可以再挣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星源，是爸对不起你。爸，谢谢您，我知道您心里一直过不去那坎儿，过去的事儿咱们都不提了。老沈啊，听说没？前面那栋楼的王大姐让人骗了40万。40万？怎么骗的？远房表亲装可怜，说资金链断了，拿了钱连夜跑路。现在的骗子啊，专挑熟人下手，演戏比真金还真。18年了10几年了，你留着这破纸干什么？嫌被骗得不够惨？秋曼，我就是想不通，他当年要是存心骗我，大可一走了之，为什么还留这张借条？难道这世上真有演戏这么逼真的人？人心隔肚皮，要是让我碰见，我非活剥了他。秋曼，快来！诈尸了！那个苏青芷，她诈尸了！白天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什么诈不诈尸的？你看这个180万，苏青芷。爸，您先别激动，我马上带着小徐过去。这笔巨款来得太蹊跷，千万别乱动。这是我朋友小徐，专门搞网络安全的。沈叔好，你好，我先查一下这笔转账的来源和路径。这钱没问题，是干干净净的对公转账，不过来源有点特殊，是从一个新加坡的海外对公账户打过来的。新加坡？他这18年跑国外去了。不仅如此，这个账户关联着杭州本地的一家大型风投公司，这家公司叫星辰投资，法人代表和董事长名字就叫苏青芷。董事长好啊，当年骗了咱们的血汗钱去发家富裕，现在摇身一变成大老板了，打180万就想买个心安理得，做梦！小旭，他公司在哪儿？我当面问问他，今天必给个说法。我陪您去，我要撕了那个狐狸精的脸。这事儿没弄清楚之前，别去人家公司大闹。星宇跟我走就行。爸，就是这儿，15楼，星辰投资。上去吧。两位好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预约，你打内线话告诉你们苏董，就说原杭州营机械厂的沈长修来找他，他如果不出来，我今天就不走了。苏董，有位沈长修老先生找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沈老先生您好，苏董请您立刻去他的1号会议室，这边请。爸，就是他。沈科长，18年了，您终于来了。苏青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苏大老板，别来苦肉计这一套了。既然你现在这么风光，当年为什么要偷偷卖了抵押的房子，卷款潜逃？今天你要是不说清楚，咱们就法庭上见。沈科长星宇，我当年确实被逼上了绝路，但逼我的不是普通的催债人，而是一个潜伏极深的非法商业金融诈骗集团。诈骗集团？对，他们不仅用非法的阴阳合同锁死我妈那套房子的产权，利用我的会计身份做局，逼我给他们的空壳公司做假账，想让我背上几千万的商业诈骗黑锅。我如果留下，不仅我妈的医药费全断，我还会进监狱。为了自保，我只能找地下中介把房子低价紧急处理，带着我妈连夜逃去了新加坡。
那你后来既然逃出去了，为什么整整18年音讯全，连个平安都不报？因为那场跨国商业官司，我打了整整10年。那个诈骗集团一直在利用法律漏洞，恶意做空我来跨国冻结的公司。直到去年，国内经侦彻底打掉了那个商业犯罪团伙，我的星辰投资才终于扫清障碍，成功上市。沈科长，不是我不想还，是我不敢跟您联系，我怕那些商业黑手顺藤摸瓜，用法律陷阱连累到您。如果属实，这事儿另说；但如果你骗我们，随时可以请律师和经侦来查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有证据。他的钱我嫌脏。秋曼，你拿剪刀干什么？快放下！沈长兴，你去见那个狐狸精了，对不对？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180万就把你收买了，我嫌脏。妈，您先冷静。小徐和律师都查过了，苏清芷没撒谎，他当年是被非法商业集团做局限，还差点背了经济诈骗的黑锅。我在门口都听到了，合法利润，他有商业苦衷。那咱们家呢？爸当年为了这90万，提前办了内退，低三下四的去求人凑首付。我结婚的时候受了若薇娘家多少白眼，这委屈找谁理去？星源，过去的事就算了，爸也不容易，现在钱不是还了吗？还翻了倍，说明人家还是有良心的。还了就翻篇了，18年的骨肉分离和鸡犬不宁是180万能买回来的。我只要一想到你爸这10几年半夜睡不着，在阳台抽闷烟的撕了他。苏大老板，这180万的封口费觉得不够，又提着1箱子现金来给我们这种平头百姓了。林阿姨，星源，这张卡里有50万，是我个人的私房存款，算是给萌萌未来的教育基金，请您务必收下。你害得老沈提前内退，害得星源差点结不成婚，就凭这50万。想抹平18年的罪恶，妈，清芷阿姨已经还了180万，现在又拿出50万，她当年也是被害的，您还要她怎么样？你闭嘴！老沈，你是家里顶梁柱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秋曼，当年他也是局中局的受害者，现在钱还了，也低头道了歉，咱们就放过自己吧。沈科长，180万只是还债，这50万只是利息，这份协议才是我对您当年救命之恩的真正汇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星辰投资去年在新加坡主板借壳上市，目前市值大约5个亿，这10%的股份保守估值在5000万人民币左右。你说多少？5000万？对，没有沈科长当年那90万，就没有今天的星辰投资。这股份是您应得的。小苏，这字我绝不能签。我沈长修虽然穷，但还没穷到要拿当年的善心去换5000万的地步。我当年借钱给你，是为了救人命，不是为了搞风险投资。这5000万的股权，我要是拿了，我这辈子睡觉都不踏实。股权您不收，那我就在公司内部设立一个专项感恩基金，每年从净利润中拨出一部分，作为年度分红打到您卡上。妈，这也是清芷阿姨的心意，您就收下萌萌的教育基金吧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是第1年的分红。妹妹手，哎，这个。咱们现在出去了，你爸坡怎么了？好。星源、星宇，今天叫你们回来，除了聚餐，爸还有件正事。爸，这是清芷阿姨给您的分红。没错，这是第1年的，以后每年都有。我和你妈商量过了，这笔钱
我们一分都不打算留在自己口袋里，也不打算分给你们。20年前90万是天文数字，但我戒了，因为绝境里的微光就能救命。我想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微光救济金，就用来帮咱们社区真正遇上过不去坎儿的人。爸，这想法太棒了，把感恩变成会发芽的种子，我完全赞同。老沈啊，你还记得当年咱们厂电工班的林强不？那小子命苦啊。林强，记得啊，干活特别踏实的一个小伙子。后来厂子改制，他下岗了。就是他，2年前查出了尿毒症，老婆受不了脱胎跑了，留下个闺女叫林晓，今年才21岁，在念大3。听说医院好不容易配上了合适的肾源，但手术费得要40多万。林晓那孩子正准备退学呢，我还听说他走投无路，去找了外面那些放高利贷的过桥公司。老李，林强现在住哪个医院？市医院。龙哥，我求您了，利息7分我也认。这笔高利贷他不借了。您是谁？为什么挂我电话？那是救命钱啊！孩子，别怕，我是你爸当年机械厂的老同事，我叫沈长修。那不是救命钱，是催命符。只要你今天签了字，你救不了你爸，连你自己都会被那些人吞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可我没有办法了，亲戚借遍了，老房子卖了，医院说今晚交齐40万手术费，否则肾源就给别人了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爸死。手术费的事儿，你不用去借高利贷，更不用退学，这笔钱沈伯伯替你出。走，带我去缴费处。你沈叔最近帮了一个女孩子，也为了家里人去借高利贷，和你之前很像。您是说，那个女孩也是为了救家里人，差点借了高利贷？沈科长，我以为打钱是在报恩，但您却用这笔钱救赎了曾经那个绝望的我。这笔医疗费不能让您的基金出，星辰投资全包了。等林晓毕业，我们公司大门永远向他敞开。沈伯伯，我爸突发严重排异反应，大出血，医生说不行了，您能不能来看看他？沈伯伯，我想回出租屋静2天。别敲了，人前天晚上就走了，连押金都没要，提着个破行李箱连夜搬空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听说了吗？老沈又被骗了，这次是个20出头的小丫头，把他养老钱忽悠走了。外面那些嚼舌根的话，别往心里去。老沈，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又被骗了？当年拿90万借给青芷是为了救命，现在拿40万给林晓也是为了救他爸。钱交到医院了，做不了假。那孩子刚死了爹，心里塌了天，他可能觉得欠咱们太多，没脸见咱们才躲的。他跟那些存心骗钱的白眼狼不一样。爸，我听说了林晓的事儿，您别有负担，我已经跟我妈说过了，让她别担心。您教过我，但行好事莫问前生，光已经照出去了，别人怎么选是别人的因果，咱们一家永远支持您。林晓绝对不是骗子，哪怕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他找出来。一个愿意卖掉父母唯一的房子，愿意借7分利高利贷来救父亲的女孩，骨子里有血性。她不是在逃避债务，是在逃避那份压得她喘不过气的恩情。可人海茫茫，他连手机都停机了，上哪儿去找啊？您放心，我不能让另一个苏青芷在深渊里独自挣扎。沈科长，找到了，
那孩子没跑，他只是把自己关进了死胡同。他在哪儿？过得怎么样？躲在浙西山区一家毛竹加工厂干苦力，他打算攒够1万就寄一次，直到还清为止。星源，别吃了，开车跟我进山找人。林晓，你这手怎么成了这样？沈伯伯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您，我在这儿1个月只能挣3000块，40万我这辈子都还不起了，我没脸见您。傻孩子，谁让你躲到深山老林来还债的？你这样糟践自己，我就能高兴吗？看着我的眼睛，那40万不是借你的，是传给你的。20年前我借给苏清植90万，就没想让他还。后来他出息了，把善意加倍给了我。这钱不是用来生利息的，是用来传递的。你把自己逼死在这儿，你爸在天之灵能安息吗？孩子，回去吧，把大学念完。你要做的不是还债，是回学校当个好老师。以后看到别人身处黑暗，你也去点一盏灯。老沈，快看谁来了！沈伯伯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这是这3年来微光基金在我们学校资助的贫困学生名单。您的那盏灯，现在已经照亮了这10几个孩子的人生路。你这辈子这桩买卖做成了，赚了个盆满钵满。是啊，秋曼了，这世上能比挽救生命、点燃希望更赚的。沈叔，若没有您当年顶着风险借出的90万，绝没有今天站在这里的我。沈伯伯，是您洒出的那束光，照亮了我们原本绝望的黑夜。这一杯敬岁月，敬善良。我沈长丢这一生问心无愧。爸，不好了！咱们微光基金定点补助的半虾糖，被人连夜贴了封条。对方带了庞大的律师团，说涉嫌重大违约。走，过去看看。鼎盛以名贵药材预购合同违约为由申请了财产保全。到了之后别冲动，先看合同。我干了一辈子财务，不信他们能玩出花来。半夏堂的账目一清二楚，你们鼎盛想利用霸权强行低价收购，做梦！江小姐，你们上个月签署的名贵药材预购合同，资金链已经断了。按照附加条款，明早8点补不齐尾款，这间药堂和仓储库就是我们鼎盛的了。1200万，爸，沈老，这是纯粹的商业绞杀。他们买通上游供货商，在违约金公示上做手脚，微光基金绝对不能卷进来。年轻人，合同给我，我沈长修干了一辈子国企财务主管。随便看，白纸黑字。根本不是第三方监管，而是你们鼎盛的空壳公司，这叫虚假交易闭环，只要报经侦，这合同就是废纸。沈老好眼力，合同可以作废，但如果我切断半夏堂所有的药材供应链，明天的300个重症病患，您打算拿空气给他们治病吗？沈老，他们卡死了所有上游渠道，半夏堂一倒，底层患者药费至少翻5倍。我不在乎铺子，但我不能看着病人断药等死。买，从外地紧急调货。但鼎盛放出话了，谁供货就是跟整个行业作对，没人敢接单。星源，马上拿电话联系你苏清之阿姨，我们需要星辰投资的跨国物流渠道，打一场时间差。沈老，苏董搞定了，外省一批合规药材，车队连夜出发。
快让车队停下！那批药材里被掺了东西。监控显示，有人在装车前混入了一批发霉的劣质次品。鼎盛根本没想阻止我们进货，他们是想利用这批货毁了半夏堂，把微光基金也拖进丑闻。好阴毒的连环计！这车队不能停，也不能退货，一退货，他们立刻以违约倒打一耙。爸，药材明天一早就得入库，监管部门的人肯定已经盯着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半夏，把这批货的报关单和交易流水全部导出来给我。他们在短时间内调包，资金结算终于抓到狐狸尾巴了。接到群众实名举报，半夏堂深夜购入大批劣质发霉药材，这种行为必须立刻查封。这不可能！药呢？副总是在找那批劣质药材吗？不巧，星辰投资的车队在半路分流了，劣质药材已经原封不动送到了经侦大队。这是鼎盛集团利用离岸账户买通供货商续系的资金流水证据。正规药材昨晚已经空运入库。这不可能！干什么？沈老，如果不是您查出财务流水破绽，鼎盛副总也不会落网，也就没有今天的半夏堂了。鼎盛是上市公司，一个副总当替罪羊，伤不了根本，他们绝不会罢休。爸，网上铺天盖地全是水军文章，造谣我们利用慈善名义进行非法跨境洗钱。沈科长，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公关战和金融战。鼎盛的真正目的是逼迫审计部门冻结微光基金的所有账目，彻底断掉半夏堂资金链。好狠的手段！老沈，不好了，小区外面来了好多人，要冲进来讨说法。星远，打着慈善幌子洗钱，把这些蛀虫赶出去！我就是微光基金的发起人沈长修，你们说我洗黑钱，把证据拿出来。网上曝光的流水就是证据，你们账户昨天可是进了5000万不明账目，那是鼎盛集团为了栽赃，故意利用金融系统滞后性进行的恶意转账。这边有官方的证据，再闹事儿都要依法处理。这边有官方的证据，再闹事儿都要依法处理。这是国家税务总局和银监会联合出具的清查报告，证明基金所有账目清白。那5000万异常资金已定性为商业陷阱，全面冻结。沈老，对不起，连累您和家人了。被动挨打不是我的性格。半夏，调出鼎盛集团历年的核心财务报表给我看。马上联系苏清芷，准备狙击鼎盛的股价。他们旗下7家连锁药房的跨区调拨账目有轨，虚增了几个亿的估值，涉嫌巨额逃税。我马上利用行业人脉，把鼎盛囤积狙击、虚报库存的内部证据实名递交商业监管总局。爸，鼎盛连续5个跌停板，市值蒸发了1/3，他们总部被股民围了。沈老，我认输，这箱子里是1个亿的不记名债券，求您高抬贵手，给鼎盛留条活路。收起你的钱，我嫌脏。你切断半夏堂药材，煽动网暴我家人的时候，想过留活路吗？沈老，只要星辰投资停止做空，撤销举报材料，我把城南市场全部让给半夏堂。太迟了，你们财务造假已触碰法律红线，你的归宿只有商业法庭。沈老，鼎盛倒台后，引来了一条真正的过江龙，对方自称天元资本，点名要见您。
天元资本见我干什么？他们说手里捏着当年杭州国营机械厂的一笔死账，是一笔200万的匿名捐款，源头跟20多年前机械厂未结的贪腐案有关。胡说八道！微光基金的账目干干净净，每一笔流水都是我亲自核对的。天元资本的负责人贺宗今晚已经到了杭州，他说如果您不去见他，就会出现在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上。他们要把喜琴的帽子扣在微光基金。显示鸿门宴政府，他们肯定是看中了咱们庞大的资金池和半夏堂的渠道，想强行吞并。哼！星源，你马上联系苏清芷，让他立刻查清天元资本的。我倒要看看这条过江龙能翻出多大的浪。沈老爷子，好久不见啊！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这笔200万的匿名捐赠打款账户的最终受益人，正是当年机械厂贪污案潜逃的副厂长。微光基金接受的是合法捐款，资金审查完全符合国家流程。你拿20年前的旧案来扒我，图什么？痛快！我看中了微光基金在底层的公信力，只要您同意让天元资本全资并购微光基金，这笔账我帮您永远抹平。沈老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然明天全基金的实控人当年包庇贪污犯，现在利用慈善洗钱，全资并购，这简直是明抢！你想都不要想，不可能！老东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破局的唯一办法就是证明这笔钱根本不是赃款，但机械厂早就拆迁了，当年的旧档案根本找不到。哎，爸，您忘了，我小时候您为了防潮，把很多厂里没人要的老账本、复印件都锁在城郊老宅的樟木箱里了。对，樟木箱。哎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找到了，张年作调拨账册。爸，怎么了？贺建国，这不是那个贺宗的父亲吗？真相大白了，当年机械厂的烂账根本不是副厂长搞的，是采购科的贺建国监守自盗。现在他儿子贺宗拿这笔钱做文章，就是想把黑锅彻底扣死在咱们头上。这笔所谓的匿名捐赠，根本就是他们精心伪造的汇款路径，贼喊捉贼。这本账册，但要彻底锤死天元资本伪造捐赠，证据还不够。沈伯伯，我联络了所有受过基金资助的学生和病患家属，我们几百个人自愿出庭作证，证明微光基金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。大家听说有人要陷害微光基金，都急坏了。这是372封联名信，还有每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方式。好孩子们，林老师，你如果继续掺和这件商业纠纷，学校为了声誉，只能暂时对你停职了。校长，当年如果没有微光基金，我早就被高利贷逼死了。为了保住微光基金，我宁愿不干这份工作。小丫头脾气挺倔呀，上车，跟我去喝杯茶。放开我！你们这是……不知好歹。喂，小弟的干女儿现在正陪我喝茶呢，今晚8点带着那本老账册来城南废弃仓库，不然我可不敢保证这姑娘全心全意的回去。贺宗，你敢动他一根头发试试？爸，他这死必须马上报警。报警，但我们必须先稳住他。小苏，收网，把天元资本所有的海外资金链路证据全部提交，我要他的商业帝国今晚彻底停爬。哟，沈老爷来了。账册给你，但你真的以为你今晚还能走出去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头，少在这虚张声势，在资本面前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现在你们2个都给我乖乖待在这儿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录下来了，等着被抓吧。死老头，你阴我！爸，你没事吧？贺宗，当年你爸贪污的事儿，我们全场人都记着。沈师傅受了18年委屈，今天该说清楚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沈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都结束了，总算结束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天元资本涉嫌跨国洗钱及商业。沈老，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儿，现在全国都知道微光基金是真正做实事的慈善机构了。爸，您快看，各大企业的合法爱心卷款像雪片一样打进了基金会的账户，咱们现在的资金池翻了整整5倍。星源，爸70多了，精力大不如前，微光基金现在的体量太大了，这副担子你接班吧。
爸，我不行，这么大的盘子，我承担不起啊。爸，我就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哪懂什么慈善管理啊？万一搞砸了，我知道这担子重，可善意如果缺乏专业的护航，确实容易变成灾难。都来了，星源倒水。沈老，现代慈善不能只靠1、2个人的道德背书，必须走向绝对的专业化和制度化。沈老，我和苏董商量过了，打算为微光基金引入最高级别的职业信托管理模式，同时成立5人联合董事会。让我看看你们怎么弄的。爸，董事长这个位置还得您亲自坐镇啊。好，这份改制名单我批了。沈老，信托协议已签好，资金由第三方托管，不会再被栽赃。医疗救助新标准制定完成，款项直达医院，全程透明。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有你们在，我就放心了。老沈，星源，快叫救护车！你爸没气儿了。放开！妈没事的，沈老怎么样了？医生说突发急性心梗，直接进了急救室，晚来半小时，神仙也救不回来。死老头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吓死我了，知道吗？您这次捡回一条命，身体底子全透支了。爸，以后你什么都不许操心，有我们顶着。您赶快好起来吧。老沈，你看看底下的这些人，你这辈子真的值了。爸，都收拾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出院回家。回家好啊。沈科长，微光基金会的新总部大楼明天正式揭牌，大家都等着您去剪彩呢。沈老，大家都等着您呢。好。沈科长，讲两句吧。20多年前，我只是个普通的国企老财务，是个被逼急了才敢借出90万的普通老头。这栋大楼不姓沈，他姓单。善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，而是一群人的薪火相传。今天借着这个机会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所有人宣布。从这一刻起，我正式辞去微光基金会董事长一职。我老了，精力跟不上了。微光基金的未来从今天开始，将由全新的联合董事会全面接手。沈科长，您放心，我们向您保证，资金链永远不断，绝不让一个病人买不起药，每一分钱都会亲手交到需要的人手里。少喝点儿，医生不让你喝酒。秋曼，现在我可是彻底退休了，无事一身轻。你说，咱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去哪儿转？当然是回老家种菜画花。你这身子骨经不起折腾了。还是干点活舒坦，比在办公室里坐着强多了。你慢点教，别累着。刚出院没几天，就闲不住。沈伯，您种的菜长得真好，比菜市场买的新鲜多了。那是，我这是纯绿色无公害的。爸，您看，微光基金上个月又救助了300多个贫困患者，现在我们的救助网
已经铺到周边5个省了。好啊。微光基金现在靠谱了，你说你这辈子图个啥呢？当年借出90万，差点家破人亡，现在倒好。我这辈子没赚到泼天富贵，却赚回了人间无价的情谊。微光虽渺，只要愿意点燃，就能撕破最深的黑夜。我沈长修这一生无憾了。